他一顿的胡思乱想，脑子里乱得可怕，想了无数种可能，可却是怎么也想不通。既是送走自己，所以那人并不会同自己一起走，为什么呢？到底是为什么呢？定不会是他叔父不同意他在此。以那人性子，不用想也知道，若是这里没有他的容身之处，那无论如何也会给自己一个家的。可为什么会说出这种话？浑浑沌沌的走到后山，也没有看脚下，魏无羡被石头绊倒，摔在草丛里，他的心跳跳动的厉害，好似要蹦出来似的，索性便躺在草丛里不起身，目光空洞的看着深蓝的天空。是他想要的太多了吗？这样干净的地方，干净的人，与他本就那么的格格不入，得到也不曾得到。明明那2件红的明亮的衣衫还藏在近室，明明已经决定把自己完全交给那人，人的喜乐真的可以一瞬间在天上，一瞬间也可以坠入深渊。想到2人种种，想到那日日夜夜的相拥与温暖，魏无羡只觉得自己身体抽疼的不像话，从一开始的丝丝抽疼到如同百鬼噬身般撕咬的疼。他放声的大笑，他情绪变化的太快，堵在胸腔处的那口气猛地释放出来，一瞬间连带出的心田涌了上来。随着他的大笑，枪壳的头脑里如同被石头砸得粉碎那般的疼，可他还在笑，嗨出的血从唇角滑落进脖颈，再落入衣衫里面，嗨不动了，也笑不动了。魏无羡半颗着眼，胸腔处剧烈的起伏着，整个人却依旧一动不动的躺在草丛里。这草很深，把他完全掩在了里面，他的意识渐渐远去，只觉得很冷，冷得吓人。彻底昏睡过去的时候还在午时，醒来时天空却彻底的暗了下去。魏无羡感觉自己身体很重，重的不像话，他以为自己做了个残忍的梦，可胸腔处、心脏处的疼却告诉他都是真的，一切都是真真实实的。天已经那么黑了，他依旧还是这么的躺着，手好似被虫蚁咬了一下，瞬间的刺痛也让他惊醒过来一般。是他太沉浸在自己的情绪里面了，为什么不问清楚，不当面的问清楚？他应该去问那人的。魏无羡急不可耐的想起身，却发现自己使不上一丁点的力气。他有些气急败坏的骂了一句粗话，这才发现自己好似说不出话一般的沙哑。他笑了太久，嗨了太久，嗓子都伤了，可他还是不死心，生生抓着身旁的草丛支撑着起来，手也被锋利的叶子割得鲜血淋漓。刚站起来，脚下便一软的又摔下去，这一次是真的站不起来了。可魏无羡还是不知疼一般，依旧抓着那锋利的草丛往前爬着，直到爬到一棵大树的面前，这才撑着自己背靠着树，大喘了几口气。天色已经这么黑了，为什么他连走到那人面前问他的力气都没有？在那人的疼爱和守护之下，原是不用鬼道术法，不用怨气，和普通人一般，他好似也释然了几分。可现下他是有多痛恨这么无能又狼狈的自己，也不知多久，这才看见远处火把明亮，有人在大声的呼唤着他名字，很多人。魏无羡这才反应过来，是有人来寻找自己了。天这么黑了，他还没有回进室，那人是不是很着急呢？若是看见自己这般的模样，他猛地想到之前那人用刀割自己手的场面，一瞬间也顾不得他要送自己离开的事。本就糊涂和混浊的头脑，让他忘了答应的事，下意识的就要往草丛中再躲去，找不到，看不到，那人就不会伤害自己。不想转身那一刻，身体便被人紧紧禁锢着。他抬头看去，蓝忘机一双眼睛猩红的可怕。魏婴，你去哪了？别看，走。魏无羡看着面带不依的人，更有些惊慌失措，一时间满脑子一会儿是这人要送自己离开，一会儿又是他要发现自己满身的狼狈和那些弄出来的伤，这些情绪将他填得满满的。混混浊浊便低声说道：魏婴，怎么了？蓝忘机迟迟等不到人回来，寻到天色已经黑尽，这才寻到人，谁都不知道他有多着急和害怕。黑夜里他看不清这人情绪，只是这一声低喃让他一瞬间慌乱不已。别看什么这人为什么躲自己，走。魏无羡还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，见人死死扼住自己，情绪更是有些激动。魏婴，蓝忘机不明所以，一颗心乱的可怕，见魏无羡并不回应，只是一直在让自己走。慌乱间又大声唤了一下他的名字，似乎被他这一呼，魏无羡身体愣了愣，双眼慢慢的回神，微微的张口，像是想说什么，却又说不出来一般。他这才恍若清醒，不是要问这人作甚送自己离开吗？若是注定要离开，
注定赤裸裸的呈现在这人眼前，伤不伤，狼狈不狼狈的，自己受着便罢了。现下的他能逃到哪里去，躲到哪里去？他想叫蓝忘机的名，想问他清楚这件事，这才发现自己是真的说不出话了，像是被人掐住咽喉一般，怎么也发不出声，像是一瞬间的事，如何也没想到会如此。明明那么努力的想要走向他问明白，当真在眼前了，却是说不出话了。魏婴怎么了？说话？蓝忘机见人还是不说话，只是抬头看着自己，无端的一阵凉意从脚底慢慢的爬上身体。魏婴见魏无羡慢慢的靠近自己，还是不说话，把头搁置在自己的肩头。蓝忘机心里莫名的恐惧越发的深刻，这样无声的沉默的人，到底是发生了什么？随着他的贴近，蓝忘机这才嗅到他身上的腥甜味道，心里猛地一慌，想把人推开几分查看，这才发现魏无羡死死咬着他肩头的衣衫，泄恨一般的不松口。魏婴，你受伤了，松口，让我看看。魏婴，蓝忘机不敢太用劲推开他，心里担忧的厉害，越发感觉那血腥味的浓烈，只得又出口唤道。不等他再动作，身体就被猛地推开，魏无羡呕出的血还是来不及错开，沾染在了他的手上。魏婴，魏婴，蓝忘机来不及反应，却也知道沾在自己手上的是什么，颤抖着身体便什么也不管不顾的将人一把搂抱起。魏无羡也无了力气随他如何，感受着这人的慌乱害怕，心里更是无力的苦笑，还是这么的在乎，做甚要送自己走呢？魏婴，你如何说话可好？蓝忘机没有等到回应，魏无羡便软在了他怀里，落下的手一晃一晃的让人胆颤心惊，脚下生风一般的不顾形象的跑着，到了弟子们举着火把的明处，蓝忘机这才看清昏睡在自己怀中的人，微弱的火光下，这人唇下脖颈处到处都是血迹，无力晃动的手也是红的骇人，红的刺眼，红的恐怖。那股子凉意猛地拍打在蓝忘机心脏上，他脚下一软，随后又强忍着抱着人疾跑。到了衣舍，蓝忘机一言不语，死死盯着床榻上的人，他身体在颤抖，不可抑制的颤抖，强烈的不安恐惧盘旋在心头。很久很久没看到过这样无力脆弱的人，蓝忘机只能死死盯着看着。见医师查看一番，死死的皱着眉头，蓝忘机手指几乎紧握的陷进肉里，说话都带着颤意。如何？我就不瞒二公子了。不好，不好。想是情绪大起大落，又过度亏控身体，倒如同刚入云深时那般，这一年养的全回了去。魏公子现下这一病来势汹汹，怕是不好，同之前不好。蓝忘机低声呢喃，怎么会这么突然？怎么就不好了？他再次看向魏无羡无力摘歪的脸，脚下不由得一软，他不敢想象那个刚入云深时躺在床榻上，所以自己如何都不会醒，不理睬自己的人，